朋友们，新加坡这次真的把自己玩脱了。前几天，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国际场合说了几句话，一开口就把李光耀几十年攒下的家底全败光了。他说了啥？钓鱼岛它叫尖阁诸岛，要中国跟日本降温，还说东南亚都跟日本和解了，中国也该放下历史包袱了。你品品这话，这是在劝架吗？这分明就是拉偏架。更绝的是什么呢？就在几个月前，黄循财刚在北京跟咱们领导人表过态，说坚持一个中国，转头就在国际上喊话，让中国对日本让步，支持日本在亚洲扩大军事影响力。这不就是标准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吗？一个小小的称呼，暴露出新加坡现在的外交立场已经彻底变了。曾经那个在大国之间游刃有余，谁都不得罪的新加坡，怎么就走到今天这一步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事儿。说起新加坡啊，就不得不提李光耀这个老头。1965年新加坡建国的时候，李光耀说，世界就像大海，大海里鱼能活，小虾也能活，咱新加坡就做一只小虾。但这只小虾可不简单啊。李光耀给新加坡设计了一套毒虾战略，就是我虽然是只小虾，但我有毒，你要是想欺负我，咱们就同归于尽。更厉害的是李光耀的外交平衡术，在那个冷战刚结束，意识形态斗争最激烈的年代，李光耀硬是在中美之间走出了一条中间路线。他敢跟美国说美式民主的问题，也敢跟中国提建议，关键是两边都觉得这老头说的有道理，都愿意听他的。为啥呢？因为李光耀说话有个特点，他不站队，但他说的都是实话。90年代中国刚开始跟西方国家深入打交道的时候，很多事情摸不准西方人的套路，中国领导人就会找李光耀聊聊，听听他的意见，把他当成一个了解西方又理解东方的参谋。李光耀能做到这一点，靠的不是新加坡有多强大，而是靠他在国际政治中积累的信誉和洞察力。所以那时候的新加坡虽然是个小国，但在国际舞台上的分量可不轻。你看喜马会、特金会这种历史性的会面，为什么选在新加坡？就是因为大家信任新加坡的中立性。到了李显龙这一代呢，虽然没有他父亲那么强的个人魅力和洞察力，但至少把这套外交准则守住了。但到了黄循财这儿，画风突然就变了。2024年黄循财上台才1年多，还没啥特别亮眼的政绩呢。这次在彭博论坛上一开口，直接就把话说满了。他不光用日本的叫法称呼钓鱼岛，还公开说东南亚已经跟日本和解了，希望中国也能放下历史包袱，甚至还表态支持日本在亚洲地区发挥更大的安全作用。你品品这话里的意思，在领土争议问题上明确偏向日本，拿东南亚的态度来要求中国，希望日本扩大在亚洲的军事存在，这哪里是劝架啊，这分明就是拉偏架。可能有人会说，东南亚跟日本的历史问题确实没中国那么深，人家和解了也正常啊。问题就在这儿，二战期间中国抗日战争打了整整13年，伤亡超过3000万人，日本从来没有真正道歉过，靖国神社里还供着战犯，教科书还在美化侵略历史。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和解呢？而东南亚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这些国家在二战之前本来就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日本来了不过是换了个殖民主子而已。战后又在美国主导的体系下发展经济，东南亚国家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对日本说不。所以不是东南亚原谅了日本，而是东南亚压根儿就没资格去追究日本。你说是不是？黄循财作为新加坡一国总理，有什么资格代表整个东南亚说已经和解了呢？就连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在历史问题上照样没跟日本和解，这才是一个正常国家该有的态度。更关键的是，黄循财这番话的时间点就在今年6月，黄循财刚去北京见过习近平，当时他表态说，新加坡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愿意跟中国加强合作。习近平也特意提醒他要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结果前脚刚表完态，后脚就在国际场合公开要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让步，还支持日本扩大军事影响力，这不就是标准的两面人做派吗？其实啊，
黄循财这次之所以跳出来说这些话，背后是有原因的。新加坡这些年确实有点慌了，为啥慌呢？因为它过去最大的资本、地缘优势正在被稀释。新加坡一直以来最自豪的就是扼住了马六甲海峡，全球1/3的海运贸易要从这儿过，这个位置让新加坡可以在东西方之间当中间商赚差价。但现在问题来了，中国跟马来西亚这几年互动越来越密切，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合作项目一个接一个。马来西亚本身的地理面积、资源禀赋、发展潜力都远超新加坡。一旦马来西亚发展起来，新加坡那点地缘优势根本不够看。而且更要命的是什么呢？新加坡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矛盾，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安全上完全依靠美国。这种矛盾在中美关系还算平稳的时候可以维持，但现在中美博弈进入白热化阶段，新加坡就必须做选择了。黄循财这次的表态已经很明确了，站队美日，这就回到咱们开头说的那个反差了。李光耀时代，中国的国力还远不如美国，新加坡都能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甚至敢对美国的政策提出批评。现在中美实力越来越接近，新加坡反而在中日之间明目张胆拉偏架，这不是能力问题，这是立场问题。李光耀家族辛辛苦苦经营了几十年的外交资本，就这么被黄循财几句话给败光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可能有人会觉得新加坡是个小国，选边站队也正常，没必要苛责。问题是新加坡本来不需要选边站队啊，它完全可以继续保持中立，继续做那个各方都信任的对话平台，这才是新加坡价值的最大化。一旦选边站队，它就从独特的外交资产变成了美国阵营里一个可有可无的小棋子。李光耀当年说过，小国要生存靠的不是武力，而是智慧和信誉。现在的新加坡把李光耀用一辈子积累的信誉换成了在大国博弈中的一次站队表态，你说值吗？这笔买卖新加坡亏大发了。中国以后还能把新加坡当中立伙伴吗？不可能了吧。涉及敏感议题的国际会议，新加坡基本不会再被考虑了。东盟那些国家也不傻，都看着呢。新加坡这么一搞，谁还信你是协调者啊？话语权自然就下降。还有一点更麻烦，一旦选择站队美日，新加坡就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万一台海真的出事，你觉得新加坡这个全球最繁忙的港口还能置身事外吗？最关键的是，美国真的靠得住吗？看看美国这些年对盟友的态度，说翻脸就翻脸，说撤就撤。今天让你冲锋陷阵，明天可能就把你卖了。新加坡真以为美国会为了他跟中国硬刚吗？李光耀当年就看得很清楚，他从来不把保全压在一边，但现在黄循财把这套平衡外交的家底全丢了，就为了在美日那边表个态，真是短视到家了。说到底，黄循财这次发言暴露的是新加坡新一代领导人的战略迷失，他们没有李光耀那种看透大局的眼光，也没有李显龙那种守成的定力。这几年香港受到各种限制，部分金融和贸易业务流向了新加坡，让新加坡吃了点红利，于是有些人就飘了，真以为新加坡可以在大国博弈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现实是，以新加坡的体量，它永远只能是棋子，不可能成为棋手。李光耀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从来不试图改变大国博弈的规则，而是在规则内找到新加坡的生存空间。但黄循财显然没搞明白这个道理，这就好比一只小虾非要去评判鲨鱼和鲸鱼谁对谁错，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被波及。新加坡如果继续沿着现在这条路走下去，会慢慢失去它在国际社会中的独特地位，它会从一个各方都尊重的中立平台变成美国阵营里众多盟友中的一个，地位下降是必然的，话语权减少也是必然的。而且一旦站队美日，在经济上就很难再充分享受中国市场的红利。中国不会主动去制裁新加坡，但该冷淡的时候自然会冷淡，该绕开的时候自然会绕开。到那时候，新加坡会发现自己丢掉的远比得到的多。其实最可悲的不是新加坡选错了边，而是他本来不需要选边。李光耀用一生的智慧为新加坡开辟出一条独特的生存之道，
现在却被后来者一点点葬送，这才是最让人惋惜的地方。李光耀生前说过，领导人最重要的品质不是聪明，而是判断力。要能看清楚什么是国家的根本利益，什么是眼前的蝇头小利。可惜啊，黄循财这次的表现恰恰说明他缺的就是这种判断力。好了，今天的内容就聊到这儿。新加坡的故事其实给所有国家都上了一课。在大国博弈的时代，小国的生存之道不是选边站队，而是保持智慧和定力。一旦丢掉了自己的独特价值，就只能随波逐流。新加坡会不会意识到这一点？还来得及纠正吗？咱们拭目以待。看到这的朋友记得点个赞。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